Hi, this is Eric from Cafe Watercolor and welcome to another coffee talk. So continue from the last coffee talk, this is going to be another interview. Imagine the artist who painted these paintings with stylish brushstrokes and powerful contrast. What comes to your mind when you see this? At least for me, it is hard for me to imagine they are painted by a lovely young female artist. And I love that. Today's interview is with Ellie Yu. She is a very young Taiwanese artist who is very mature in her skill. I first came across her work because she was mentioned by Master Jian Zhongwei, whom we interviewed last time. I was attracted by her work for a long time. What's more intriguing to me is her passion for plein air painting.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am very weak at. I see her doing plein air no matter the season or the time of day. So I definitely have some questions about that. Like last time, the whole interview is conducted in Mandarin, so be sure to turn on caption. Okay, let's grab a coffee and enjoy the interview with Ellie. 就找几个我自己很喜欢的画家，想要问一下，就是关于个人风格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算是画家都在找的一个东西。对，尊重起见，我也叫你老师，因为毕竟你也有在教画画，然后你画得很好，这样子。我没关系，叫我阿丽就好了。好，那所以讲到这个那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其实我蛮好奇的。阿妮这个名字是因为在那个我差不多国小那个时候，就是还蛮流行"给力"这个词。只是对，因为这种名词有时候这种有流行性的，它会退流行的，它会有退流行的时候，所以我是取中间一个字，所以我那就取"力"这个字。就叫阿里，然后我是觉得就是说，那时候是就因为小时候就自己取的，就觉得说这样子叫阿丽还蛮适合的，也简洁有力又好记。那后来就是笔名就这样沿用到现在这样子。你好像是国中就决定要成为就是全世界艺术家吗？还是更晚？对，应该是说我从小就对这一个就是对画图就是有兴趣啊，就是以前就喜欢这样涂鸦。那国中是开始写生。我是从国中开始算是正式踏入这个领域啊。对，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其实我最早小时候的志向并不是就是当画家，因为小时候是想说可以当那个法官。哦，真的哦。对，就那时候远大的梦想，那时候就想说当法官什么可以什么抓坏人啊。那我本身比较有正义感，所以就是会对这个部分是一直都很有兴趣。然后是后来到就是因为应该说我画图这个事情一直没有中断，所以我等于是一直都在画。那是从国中的时候，我那时候才就是接触到就是正式踏入写生这个领域。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就是才开始就要走画家这条路。以前也有想过说可能走就是商人啊，然后医生啊，就是其实以前是完全跟画图是没有相关的。那想说，就除了说我法官，我说比较有正义感，那还有像是商人的话，就想说可以赚很多钱。就是小时候就会这样想。那或者当医生可以帮助很多人，那就是因为我们家本身是中药，就是开中药房的那种医药的世家，所以以前也是会想说，那也可以当医生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像我是第三代，就是以我们店来说，我是第三代。那我到上国中之前，其实我都没有考虑要走美术这一条，所以我那时候要升国中的时候，我应该说我国小低年级的班导那时候就跟我爸妈讲，那时候就是说他建议我国中可以去读美术班。对，因为不然我以前是完全没有，就是只是想说把画图当兴趣而已。因为以前就参加比赛，有时候会那种小朋友参加比赛得奖，会有那种很大的鼓励。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变我一直都没有间断，一直在画，差不多就是从国一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这样子开始画这样。是为什么是水彩这个？应该说主要是它携带方便。对，就是像有的人会，因为这个之前有人问过说，那我怎么出去没有说像选择用油画啦，或者其他的媒材，为什么我都是用速写、水彩这种方式？
像我自己用的调色盘就是比较小的，像这一种的，就是它比较小盒，对对对，所以它带出去就还蛮方便的。其他的媒材其实我也有用，就是油画也有，水墨这些都，但只是说我出去写生，我是以水彩速写为主这样子。我觉得就是你的画其实还算是蛮有自己的风格的这样子。那这个是你自己就是有跟哪个老师学吗？还是说你自己就是画出自己的一个心得这样子？我没有特别跟老师学啊，风格这种东西算是自然形成啊，就是你画久了。那像你刚刚讲的说，像跟其他老师学，会有其他老师的影子在。对，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多人都会碰到的，尤其像以在台湾来说，就很多这种状况，就是你可能说这个人画的很好，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他跟谁学过。对，就是你说风格，但不可能都跟老师完全一样。但是他是说，那基本上风格这种东西，其实你自己画久了，你即使跟这个人学过，你自己的风格也会慢慢形成。只是就是可能风格的强烈性跟比较普通这样子。我看到你的那个 Facebook po 文几乎都是你去写生的这样，所以你是就是非常非常喜欢写生吗？应该说写生就是像写生跟创作，以前我会觉得这两种是不一样，我会觉得说写生它就是像锻炼基本功这样子，然后可能对，然后创作的部分它可能就是内化的东西把它呈现出来。对对，那只是我是觉得说像以我现在来说啊，我是觉得这两个其实是可以合而为一。像写生，你看到这个风景的东西，你是有消化吸收，再把它画到纸上，你并不是一样画葫芦这样就是把你看到的景直接复制在纸上。对，那其实它可以是写生，那也可以是创作。大自然就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就是向大自然学习，像你看到的景，但是我是在就是在看到这个在写生过程中，我也是在有消化吸收，并不是复制在纸上这样子。对对，你讲的跟那个约瑟夫之前跟我讲的几乎一模一样。他是说英文啦，他说 Mother Nature is the best teacher， 就是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老师。其实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你创作跟写生就是分开，像可能会说，哎，你写生，但是这个只是在训练你的基本功，对创作是没有帮助。很多人是把这个是完全是分开的，就是消化吸收了。对，因为这个其实就很多人是比较会忽略的一个点啊，就是他会觉得说他可能在外面画，只是想要把这个景复制下来这样子，比较没有说有经过思考这样子。对，而且我觉得你的装备超厉害，你连晚上在夜市都可以写生，这个是我就是觉得超级厉害的。而且我在写生我都觉得压力很大，我觉得我很像在考试，然后我很怕考试，因为就是在那个时间里面你要画完，不然也不是说你给自己时间，因为景会变嘛，光会变嘛，对啊，你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然后就是再加上说路人啊，环境影响啊，风吹雨打或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有人你还没才画一两笔，然后就有人经过在那边一直看啊，你又不能叫他不要看这样子，对，就是感觉就是压力很大这样子。那你自己一开始就不怕这些，还是你是怎么克服的？其实说就是您说在外面很多人在外面写生可能会怕会有围观的问题，还有包括你说的时间的压力，还有光线的变化这种。对，其实这个在外面写生人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对，那只是像以我个人来说，我是算还蛮享受当下，本身我也蛮常到可能龙山寺啊，或者叫庙宇庙会活动，那或者市场这种。对，我本身画的题材人都更多，可能会比一般在外面写生碰到的人群会更多。对，那其实像我一方面会喜欢写生，是说像你在画的时候，跟在室内差最是，像你在外面画，你可以跟人家有互动。以路人来说啊，其实不会有人说看到你的画，然后说批评啊，或者讲什么，其实大部分都是称赞会比较多。静静的看。对，那我是觉得说，因为很多人，我是觉得压力其实是自己给的。对，我是觉得甚至会觉得说，那这个有时候你在边画边有跟路人互动，这个过程其实还蛮好玩的。就是你在外面画久的话，你会慢慢习惯这个状况啊。就是你这真的是要靠时间，自己在外面常画，你画久你就会习惯这种状态。对，我记得你还在
在游行的时候写生，然后还上新闻，我记得哇，真的是很不容易，一边写生还要一边听人家他们叫口号，我觉得这样子很好玩的。这样其实这种状况下画出来的作品，跟你在室内看照片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的那个感受不一样。就像您刚刚讲的，像社会运动啦，那或者就是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时候绕境啊、庙会这种，就是这种其实你在现场或者市场叫卖声这些的，这个其实你在现场画就是跟看照片会差很多，因为你可以在现场感受它的氛围，这样子真的有故事，每一幅画都有后面背后都有故事。蛮好奇的就是对啊，你还蛮年轻的，我可以直接这样讲，我已经41，你现在是几岁？我确定一下。我现在那个23，对，非常年轻，对，所以就是那你对你就是美术未来的就是愿景是什么？就是你有什么计划吗？还是怎么样？其实我没有什么就是很远大的那种愿景，然后基本上我现在是只希望自己可以保持初心，对，因为其实很多人画他们可能会就是他的目的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是希望自己可以保持一个初心，然后对艺术的热忱。我在画的时候，我是觉得说这个是可以推广的，就是感染一些有兴趣的人，然后让艺术可以生活化这样子。对，因为其实很多人他是觉得是艺术可能跟生活它是不会有连结，但是像以我来说，像我画的题材本身都是源自于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周遭，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推广的。对，其实我非常喜欢你作品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人已经不住在台湾了，所以我常常在你的作品里面看到台湾就特别有那种亲切感这样子。对，其实说真的，我住在美国时间比住在台湾久，但是因为我小时候在台湾长大的，就是有家乡的感觉这样子嘛。对，很多人他在写生或者在画图，他是想要呈现一个美美的风景，或者他可能会专程到一个地方去画。但是我的想法是认为说，每个就像约瑟夫或者阿尔瓦罗，其实他们都是画自己的家乡、自己生活的环境，并不是说特别说到一个景，或者就很多人会跟我说，那你应该是去画国外啦，去画那种什么。就是巴塞隆纳啦、威尼斯那种，就是很多人画那种美美的那种结果，对，那这是每个人其实都画自己的家乡才有意思啊。对，就像我自己来说，我就是都是在推广一些台湾的风景。对，所以像您刚刚说的，也有就是像之前也有蛮多住在国外的台湾人，也有跟我说，可能就是他看到我的时候还蛮感动的，就他会想到以前在台湾的生活这样子，就很想念夜市，东西很好吃。对，因为夜市的话，其实夜市这个题材或者就是夜景那种小摊贩，其实画的也不是没有人画，但是这种题材，尤其是晚上在外面写生夜写这种，其实比较少人去做这个部分。对，而且它这个部分像夜市，其实就是台湾还蛮大的特色之一。对，而且很厉害，我觉得水彩画夜景本来就不容易，还是用写生的方式来画，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对，其实夜景其实夜景如果画得好的话，它是对于水彩，就是它其实各方面都会有帮助，就是你的水分控制，还有你的光影的斟酌这些，那还有因为像尤其是很多就是可能你在画夜景的时候，你会怕颜色用太重，或者颜色尤其是天空的部分，很多人会比较不会去拿捏说它的天空的颜色，还有整个夜市你要强调它的光线，但是它旁边要勾完，但是又不能说暗的没有层次，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要去锻炼。对，所以我看你画的时候，你黑色都很敢用下去，就直接啪就下去，就是一堆黑色这样。对，我每次都说水彩要通透一点啊，所以就透明一点，然后最后加了好几层，都还不够黑。可是这种状况又扯到说写生跟看照片，看照片它很多细节其实你会看不到。其实你是可能照片印比较清晰印出来，它其实你现在看到的可能某个夜市这个场景，其实你会观察到很多东西。只是当然啦，我不是说要全部东西都描绘出来啊，就是可能你看到的部分，然后我要以某个部分当做重点，其实这个是很好的锻炼模式。对，好，很厉害。好，那你有看过我画的吗？有，之前有。对，你有什么建议或什么的？就是对，这是我私心偷偷
问一下老师。其实我之前有看过您的作品啊，我觉得您画的很好。哦，谢对，谢。因为我看过您的作品，其实我是觉得也是蛮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啦。对，所以我那个也不敢去指教批评啊。我不，对，我是觉得是真的很棒啊。好，对对，谢谢。所以你的风格跟那个，就我看你的笔触其实都还不错啊。就是一边在画一边在寻找吧，因为就是一开始我跟约瑟夫学，所以一开始的画法都跟他一样，然后到最后我有点就是大家都在搞一样，我说不行，我要试着跟另外一个老师学，然后试着稍微综合一下这样。我后来跟那个 Andy Evenson 学，但是我又想要画人像，我就学那个 Charles Reed。然后现在搞得我画人像的时候好像是一个画法，画风景的时候是另外一个画法。有时候想说我要怎么样把它稍微统一一下。我其实这样子也不错，就是像以我来说，像我画静物跟画风景的风格就完全不一样。在画面对不同的题材的时候，可以变换自如那个风格。对对对，那风格基本上是自然形成的，那可能就是画到不同题材。因为我像我自己风景，我都会加草笔比较多。对对对，我觉得好酷哦。就很像那种武侠小说里面的人卧虎藏龙，就是那个周润发就拿一个数字就可以打，这样子很厉害。应该也算是那个这几年我一直在研究的一个媒材啊，觉得说他就是让我作品看起来会有那种，有时候会有那种中西合并的感觉。这个草笔的一些笔触看起来会像水墨，对，它就是取一个中间值，它有一点那种东方元素的味道，那它也有西化的特色在里面。我觉得就是你不怕就是去试新的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特色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同样的媒材，然后同样的工具都一直用一样的，我觉得好像你会越来越在那个舒适圈里面不敢出去，这样好像你的那个画风就好像不会有什么变化的感觉。对，应该说这种像草笔，它其实变化很大，尤其是就是它不太好控制。它不是说不是你预期说你画起来是什么样的，它就是什么结果这样。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你反而越不怕犯错的话，它画起来的那个效果有时候会越出乎你意料。你从这个当中，你不怕犯错，才会学到更多啊。对，好，对，跟你聊我也学到蛮多的，谢谢。那除了水彩之外，你有什么其他的兴趣吗？画图以外，其实我也蛮喜欢，像可能听音乐或者对对，可能就是音乐，然后运动这样子。音乐我比较喜欢，其实我自己听蛮多都是就是英文歌，我英文不好，但是我听蛮多。对对对，没关系，我不会日文，我也常听日文歌，尤其是高中的时候。你有哪一个比较喜欢听的歌手吗？还是歌手？其实我以前还蛮喜欢，就是那个Selina 公的那个音乐，对对对，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因为之前也听蛮多就是英文的那个英文老歌。对，有时候会觉得说，其实反而英文老歌反而比较耐听。这一种的，就差不多，对对，就差不多是这个年代的比较多啊。对对，其实好，那你画过很多夜市，你会画完之后去吃吗？还是吃完吃再走？不太会，因为我自己是吃素啦，所以我其实很多都不能吃。对，你所谓吃素是说你连就是动物制品都，比如说牛奶什么也不喝吗？我是蛋奶素，对，我是蛋奶素，对对，所以我本身蛋奶是有吃。OK， 对，因为美国分好几种是 vegetarian， 对 vegan 是连牛奶都不能喝。对，现在台湾就比较在推那个 vegan 啊。对，对。所以像什么一些点心，你都还是可以吃嘛，蛋糕那些的什么？对，可以。对，那你最喜欢吃的点心是什么？这样问好了。点心哦，因为我本身比较不耐甜啊，所以我本身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应该都是咸的会比较多啦。应该意大利面吧，意大利面还有寿司这种。真的OK。对。那你就是有想要出国发展的打算吗？还是就是想去哪里走走吗？出国发展或者那个去留学这个部分可能暂时没有考虑啊。我如果顶出国，可能就是去旅游这样子，去旅化这样子。对，应该出国的话，现在可能日本吧。
就是去像我2019那一年就有到日本去旅华，对，我是觉得哇，还蛮好玩的，就是嗯，可以去体验当地的那种一些当地文化特色，然后去现场画，就是那种真的还蛮好玩的。那除了这些之外，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给你打一下广告之类的。对啊，搞不好会有那个外国朋友想要买你的作品之类的。诶，作品的话，基本上是在我的那个就是在我的脸书粉专那边私讯跟我联络就可以了。嗯，好，那就是对，不耽误你太多时间，谢谢你，谢谢嗯，你不会不会，参加这谢次的谢谢谢。访谈。对，对啊，想说就是对啊，也希望可以让多一些人看到你作品，因为我觉得你在台湾应该很多人看过你作品，希望国外也可以蛮多人可以看到的。对，我自己也是希望可以就是推广，就是我的想法。然后除了说我的作品以外啊，就是可以推嗯，广我画的这些，也是可以向国外就是介绍推荐，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台湾的一些特色跟风景啊。对对对对，对，我自己是一直在做这个部分。好好，一起加油。谢谢谢谢。OK，好，谢谢你啊，那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I hope you enjoyed this interview. Ellie's passion for her city and plein air really touches me. She actually reminded me a lot about Joseph Bookvich. Not in terms of her painting style, but her attitude towards plein air painting. Joseph is also someone who loves plein air painting, and by consistently painting outdoor, this natural pressure of time and environment forged their personal style. Because they need to interpret what they see in a limited amount of time with their own visual language. The Taiwanese scenery found Ellie's painting gave me this wonderful nostalgic feeling of my childhood and every time I visit my hometown. I think that is her mission as an artist, and she definitely achieved it. Okay, I hope you enjoyed this coffee talk. Next episode, we will be interview Jasmine Huang, so stay tuned. I'm Eric from Cafe Watercolor. Wish you a wonderful day wherever you are.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